台湾的外来种入侵议题在地方间不断的沸腾，各式主张的团体与动保协会都一再的热议。而这几年来最被重视的，不外乎就是逃逸成灾的绿鬣蜥扩张对于环境所造成的伤害。不过，这种生物却也曾经是许多人的心头肉，非常不舍他们被这样猎杀对待。接下来，台湾外来种系列将要来带给大家关于台湾生态保育的相关议题，也欢迎各位订阅我的频道，才不会错过任何重要的内容哦。那么今天的影片，我们就一起来讨论绿鬣蜥吧。绿鬣蜥在台湾一再的被讨论，行政院公告修正，将绿鬣蜥纳入有害环境的外来物种。它们的起源又是如何？在未来的日子里，它们又应该何去何从呢？绿鬣蜥的本名叫做美洲鬣蜥。30年前有一部非常火红的电影叫做《侏罗纪公园》，这一部电影造成了当时非常流行恐龙这个议题哦，也影响着民众想要拥有像恐龙一样的宠物。业者便将绿鬣蜥这种生物从中南美洲地区引入台湾。在科学上的分类属于动物界脊索动物门、爬行纲、幽灵目、美洲鬣蜥科美洲鬣蜥属的美洲鬣蜥。头尾的全长可达1到2公尺，而寿命更可以长达10年以上。每一台大约会产24到45颗蛋，寿命长、适应力强、产量极高，再加上强壮的体格，都让绿鬣蜥非常适应台湾野外的环境。绿鬣蜥的鬣是什么意思呢？鬣主要是指动物颈部上面的长毛啦。绿鬣蜥的背部呢，有一条非常明显的鬣。原生种的颜色为绿色，因此大家都叫它们绿鬣蜥啦。绿鬣蜥的食物主要是叶菜类以及其他野外的植物等等。因为它们的身形宽大，所需要的热量较高，当然吃的食量也相当的惊人。在台湾中南部地区，也造成严重程度的农业损失。这种物种，它们会爬到菜园当中大快朵颐一番，把所有的成熟以及未成熟的蔬菜都搜刮一空。吃饱喝足以后，这一大群上万只的绿鬣蜥会爬上大树上面晒太阳。有时候光一棵树上就可以爬满40几只的绿鬣蜥。它们在繁殖期间也会找沙丘挖洞，并且交配下蛋。成熟的绿鬣蜥在繁殖期的时候，它们身体的颜色会变得更加鲜艳，用来吸引异性。在绿鬣蜥准备产卵的阶段，会不断的寻找适合下蛋的地点，并且大量的喝水。也因此，在许多的河堤堤防建设上，都遭受到绿鬣蜥打洞处理。政府也因为多种的民众抱怨以及工程安全问题，正式的重视外来种对于台湾的影响。近几年来，在网络上或者是中南部的民间高手，都因应政府的呼吁与公告来进行外来种的移除工作。但是这个工作可没有想象中的容易。绿鬣蜥的身手非常的好，除了它们拥有敏捷的双眼之外，它们身上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构造，叫做颅顶眼。这个构造又被称作为爬虫类的第3只眼。这个长在它们头顶的构造与松果体有所联系，主要是负责调节昼夜的节律以及体温的调节功能，对于光线的变化也非常敏感。很多专业捕捉绿鬣蜥的民间高手也都会刻意避开这个器官，以免绿鬣蜥发现有任何不对劲就会拔腿狂奔。有时在树枝间穿梭都不太好捕捉了，它们偶尔在躲藏的时候还会整只跳到水里面藏起来，让人十分的头疼。绿鬣蜥这种生物如果在受到威胁的时候没有办法及时逃走的情况，首先绿鬣蜥会把它们颈部的垂肉全力的膨起，以这样子的方式来威吓敌人，更会发出嘶嘶声，或者上下甩动它的头以及爪子来攻击。严重一点，它们的尾巴还会进行鞭打，甚至咬人。对于其他生物与捕捉者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林务局在2020年8月中公告了绿鬣蜥为有害生态环境、人畜安全之余之原非我国原生种陆域野生动物之种类，将绿鬣蜥这种生物列为有害的外来种。公告之后，要求饲主在一定的期间内做饲养登记，且未经同意不得人工繁殖。在同一年2020年，移除数量就超过了1万只。这些绿鬣蜥，也就是人家俗称的恐龙，被抓走之后，为了不要让它们过度的激动，通常会用电气胶带，也就是俗称的电火布来捆绑四肢，并且将它们的眼睛和嘴巴固定，防止绿鬣蜥在挣扎的过程当中使人受伤。
许多人都很好奇，这些被抓走依法移除的绿鬣蜥数量非常的大，那么最后它们都是去了哪里呢？根据相关人士的透露，许多绿鬣蜥后续的处理有几种不同的做法。首先，绿鬣蜥这种生物，它们在原生地确实是曾经被当作食用的肉品，所以说有些人会把这些绿鬣蜥适当的处理过后，用三杯等等的料理方式来回归自然。第二种就是被以人道处理的方式结束生命，例如冷冻的处理，或者是以撞针快速的攻击它的颅顶眼，在最短的时间给予动物最小的痛苦，使得动物离开。台湾自2020年9月开始，饲养绿鬣蜥必须先行登记，否则将依野生动物保育法罚款1万至5万元。现在看似非常严重的生态危机，其实在另外一个角度却是许多饲主心中的痛。接下来我们要讨论到的角度，也是现在的社会讲到绿鬣蜥的时候，几乎不太敢提的心酸。早期绿鬣蜥其实是被很多人当作心头肉来看待的，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细心的呵护着家里的宝贝。绿鬣蜥大约有3到4岁小孩子的智商，驯化之后也会认主人。有养过绿鬣蜥的人，也都把这个物种当作家人来看待。因为绿鬣蜥属于外温动物，需要靠环境的温度来维持体温与活动力，所以说在饲主的家中，绿鬣蜥往往都拥有着保温的设备、舒适的睡觉空间、每天丰富的饮食，连他们如果发生一点点受伤的时候，饲主也都会相当心疼，更会带着他们到兽医院做健康检查。所以这些相当热爱绿鬣蜥的人，看到大量的绿鬣蜥被捕捉，以及各种用囚犯的方式来捆绑的时候，都会无奈的表示，错的不是这些生命，而是他们在错的时间来到这里。绿鬣蜥小时候长得很可爱，翠绿而鲜艳的外表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而选择饲养。但是成年以后，身形十分的巨大，可能外表也不复从前如此无辜呆萌的模样，身体的力量也变得更加强大。日渐强壮以后，也可能有误伤饲主的状况。这些种种原因导致弃养率上升，再加上逃逸的个体也不少。不过这些数量专家也推测，其实不太有可能造成现在扩散的这么严重。这样不可控制的扩散状况，重点可能是繁殖场所造成的。我们无法否认绿鬣蜥的扩张对于台湾生态环境造成多么严重的影响，以及未来会不会衍生出更多不可逆的悲剧，但也同时的认为，人们面对生命的离世所带来的悲伤感受是人性善良的表现。根据环境资源中心的资料显示，屏科大野保所副教授陈天喜也表示，我们在看待绿鬣蜥移除的课题时，没有必要将绿鬣蜥妖魔化，这些动物其实也都是生命。我也同意这句话，在客观的了解事件前后的原因之后，理性的解决生态问题，回到根本的目的，也是希望民众能够了解宠物弃养这个看似在早期台湾社会稀松平常的事情，会影响着后人的生活环境。而这些报道对于爬虫类宠物整体的形象来说，也是很大的伤害。这个绿鬣蜥的议题对于台湾社会影响的层面甚广。许多绿鬣蜥爱好者也期待政府能够建立领养的制度，对于各种动物都应该相互尊重，不刻意的虐待、虐杀以及妖魔化动物，以更友善又能够解决问题的方式，一同面对这一项难关。今天的影片比较特殊，我们整理了台湾社会多种角度看待这个议题的方式，以及不同的专业人士、单位所述的想法。也期待大家可以一起理性的讨论绿鬣蜥的议题，我们是否有更好的方式可以跟政府以及相关单位讨论，对生态也好，对于动物也好，有没有更加和平的处理方式可以达到中间点，或者有没有什么更有效的教育制度能够避免民众妖魔化绿鬣蜥。以上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讨论的重点。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介绍到这边咯。对于台湾的生态议题，如果有任何想要我讨论的内容，也欢迎各位在底下留言告诉我。那么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帮我按赞并且分享，还有订阅我的频道哦。我是爱台湾的杰克，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咯，晚安，拜拜。